恭喜啊！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啊！快去啊！快去快去啊！小孩子。传叔啊，这你妈郭大寿多亏了你忙前忙后的了，辛苦你了，孩子。说什么呢，爸？我既然嫁给了梁晨，梁晨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我这下就给妈做长寿面。好。你咋的了，孩子？该不是快生了吧？你别害怕啊，我这就去叫梁晨啊。晨啊，晨！欢迎霍总回国！欢迎霍总回国！欢迎霍总回国！查到大小姐在哪里了吗？大小姐嫁给谢良辰之后没多久就怀孕了，现在一直住在谢家村里。霍总，可是要现在过去。曼叔是我唯一的妹妹，是霍氏集团的大小姐，可她偏偏看上一个平平无奇的穷小子。当年我不同意她下嫁，她便为了那个谢良辰跟我断绝了联系。可再怎么说，她都是我唯一的亲人。算了。只要他幸福就好。带上准备好的东西，即刻出发谢家村。我要好好弥补当年亏欠曼叔的嫁妆。是，霍总。不少，我们准备10个亿投资争潮影视。我觉得这个方案不错。副少，霍总回国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半小时前。现在霍董已经前往谢家村，听闻是要去看望霍家的大小姐。好。准备份厚礼，我要亲自去一趟谢家村。咱们富氏集团什么时候跟霍氏集团关系这么好了呢？当年两家集团联合举办的年会上，傅少对霍家大小姐一见钟情。要我说呀，傅少这么急匆匆的，应该是跟霍总提亲去了。这可是妈的60大寿，不能让妈吃不上长寿面。哎哥，你看吧，能干活能有什么事儿？咱妈就是大惊小怪啊！我跟你说啊，城里人就是矫情，非要到城里看病，那得多花钱啊！没办法，你嫂子说了。城里医院的设施好，哥，你不能那么惯着他，要不然以后会越来越得寸进尺的。一会儿听我的，我得让他知道，咱家不是想干啥就能干啥的地方啊！好吧，那你好好劝劝你嫂子。大叔，你没事吧？我现在肚子没这么疼了，等我把面给妈煮好了，咱们就去医院。你不着急，我们自然也不着急。哥，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装的。要我说，他就想被人伺候。不想想，咱们得花多少钱呀？大夫说了，你嫂子的预产期确实就在这几天。哥，你是不知道，女人生孩子，等要是破再生也是来得及的呀。你不想想，你一个月才赚多少钱，哪经得住他这么败坏？他还做老婆的不心疼你，我当妹妹的当然心疼一下你了。一会儿你别说话，我得告诉他。得为咱们家考虑考虑的呀，妍妍，辛苦你了。我就你这一个哥，怎么也得为你考虑一下。老公，我把面给咱妈送去，咱就走吧。嫂子。我看你也没什么事儿啊，用不着这么赶着去医院吧？毕竟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
我是真的肚子疼。难道真的要生了？那确实不敢耽搁了啊。妍妍，谢谢你体谅我。你是我嫂子嘛，我体谅你是应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也得体谅体谅我们吧。隔壁的张婆子接生技术特别好，这样我去找她，咱们在家生啊。什么？在家生孩子？有什么好惊讶的？这村里哪个女人不是在家生的？我妈就是在家生的我哥和我。怎么，别人能生你就生不了呀？妍妍，医院它有医生，还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它可以保证我哥孩子的安全。这要是在家生，我哥孩子出了问题，那谁负责？生个孩子能有什么风险？要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也是你作为我们谢家媳妇儿应该做的事情。要是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做，你也不配当我们家媳妇儿啊你！梁晨，我肚子越来越疼了，我们赶紧去医院。哎呀，嫂子，我哥已经把你生孩子这件事情交给我了。交给你了？这是我跟你哥的事，你无权干涉。梁晨，我们走。我说，我觉得燕燕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城里生个孩子要好几万，可是在村里生孩子连几千块钱都用不上。你看我平时工作那么辛苦，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啊？嫂子，你要去城里的医院也可以，不过生孩子的钱得你自己出，不能用我哥的。我现在根本没有工作了，我哪来的钱生孩子？你没钱可以向我哥借呀。梁晨，我可是你老婆。先听听情况。阿叔，亲兄妹还明算账，更何况他一个外人，这有什么的呀？二叔，我觉得燕燕说的很有道理。咱们本来就不是富裕的家庭，没有必要非得去城里的医院生孩子，打肿脸充胖子呀。再说了，这不是个生孩子的事儿吗？在家里生和在城里生是一样的呀。这里的人真的都不去医院生孩子吗？以前的确是，但现在基本所有人都会为了安全选择去城里的医院。这不叫打肿脸充胖子，这是对我和我的孩子负责。梁晨，你知道我有高血压的，我必须及时去医院的。医生的话也能信呀？那是骗你多花钱。哎哥，我记得嫂子嫁给你之后没上过几天班吧？我和你嫂子结婚之后，就让她把工作辞了，在家里边照顾家里，做做家务。怀孕了之后呀，我就让她搬到这边跟爸妈一起住，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是做做饭，干干农活。你一直在家待着，哪能知道我哥赚钱有多辛苦？是啊，我跟梁晨结婚后是没上过几天班，可我什么时候好吃懒做过？这家里的活，我哪样没有做呀？我，你嫁给我哥，嫁进我们家，干点活怎么了？那不是应该你做儿媳应该做的吗？反正今天我就一句话，要么你自己花钱去医院生孩子，要么就在家里生。梁晨，梁晨，你知道的，我跟你结婚了之后，我就跟家里断了联系了。我现在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去生孩子啊？你就别在这煽情装可怜了，也就我哥愿意娶一个没有娘家的你。你知道我哥在村里受了多少年闲话？梁晨，娶我你委屈了。二叔，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就在家里生吧。你可以不对我和我的孩子负责，但我要对我是月怀胎的孩子负责。你把生孩子的钱都给我，就当我问你借的。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呀你？哥，你不能把你辛苦钱给他，为他生完孩子不给你怎么办？你到底还想怎么样？我这也是
就是为了我和你哥哥的孩子。喊什么喊呀？你要是为我哥着想，你就不应该瞎嚷嚷去城里头生孩子，而是为我哥着想。我跟你哥结婚，就是为了要好好在一起。好听话谁不会说呀？哥，你千万不能退步，要不然只会更加得寸进尺。还是我妹妹替我着想。你要借钱可以，得给我哥写个欠条。什么？你咋还在这儿呢？赶紧带着曼叔去医院呢！哎呀，爸，没事儿，你跟妈进屋吃饭去吧。今儿来这么多乡亲，你不能怠慢人家了。哎呀，你嫂子这就快生了，我们哪有心思吃饭呢？你说，哎，你刚才说欠条的，啥欠条啊？还不是嫂子非要到城里生孩子？大城市不就是贵点吗？这有保障啊！这可是你媳妇儿啊！再说了，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咱老谢家的骨血呀！你咋能让人家打欠条呢？你话多是吧？啊，那你责怪儿子干什么？他还不是为了省点钱？我不，看样子谢家还是有人讲道理的，只是其他人。曼叔啊，你看咱们农村的风水呀，肯定要比城里的医院好很多。而且前几天我都打听了，说你要在家里生孩子，那保准啊能生出个男孩。哎呀，你说你跟这添什么乱呢？啥风水不风水的呀？你要相信科学。晨儿，别听你妈和你妹的啊，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爸，你怎么能这么怪妈和妹妹呢？他们这也是心疼我呀。爸，这事你别管了。你给我闭嘴！这是你哥和你嫂子俩人的事儿，你跟着瞎搅和啥呀？你说你，爸，我才是你女儿，我这不都是为了我哥好？我给儿子省钱，那就是给咱们老谢家省钱。女儿说的没错，我支持她。要是你一天胳膊肘朝外拐，我肯定是肉毒动了你。哥，我是你亲妹妹，我能害你？你这次可要稳住了。我知道，只有你才是最为我着想的。我谢可以找到，这还差着。哎呀，你别！现在可以去医院了吧？等等，这字虽然签了，但是你得答应我们家一件事。还有什么事啊？我们家借你钱只是让你生儿子的，你要是生女儿的话，这个跟我们没关系，这你自己养。谢爷爷，你别太过分，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我跟谢良辰的孩子。你吼什么吼呀？你没听妈说吗？在家生风水好，能生儿子。可是你非要去医院，要是生了女儿，那跟我们没关系，那得你自己负责。你真是不讲理！哥，你看嫂子，她就会凶我，我还不是为了你好。你辛苦赚那么多钱，哪有闲钱养那个窝囊废？曼叔，燕燕是我唯一的妹妹，你这当嫂子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再说了，她这也是为我好啊。嫂子，你就赶紧答应了吧，别在这瞎嚷嚷浪费时间。妈今天还要过寿呢。就是，我看就是你一直在这瞎嚷嚷，你赶紧给我闭嘴。晨儿啊，当初曼叔嫁到咱们家，人家1分钱彩礼都没要，后来怀孕了来这里养胎，也是她一直在照顾着我和你妈呀。咱做人得讲良心呐。再说了，曼叔他不管生男生女，不都是咱老谢家的血脉吗？什么血脉？他要是生了女儿，那就是个赔钱货。谁家娶媳妇儿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且是他自己要去城里生女儿的，凭什么让我儿子替他养个赔钱货的东西？够了！现在就起。谁敢？当初我妹妹义无反顾的选择嫁给你，现在你就是这么对她的？你谁啊？就是你谁呀？哪轮到你在这说话？我是曼叔的哥哥。你要是曼叔的哥哥，那只能怪你妹妹不懂事儿。你凶我哥干嘛？正好你是他哥，你替他签吧。谢爷爷，你够了，这是我的事情，跟我哥没有关系。
你嫁进谢家就是谢家的人，你哥也得听我们的话。你还护着他，难不成他是你的干哥哥呀？你够了！哥，嫂子居然为了这个野男人，你救我！曼叔，你怎么还能对燕燕这么说话呢？而且这是你真哥哥吗？这当然是我哥哥，你哪儿冒出来的哥哥？难不成天上掉下雨掉下来的呀？他要是你哥哥，我跟你姓，你就实话跟我哥说了吧。霍九怀，这真是你哥呀？啊，好，哎呀，既然曼叔的家人来了，你是曼叔的哥哥，那肯定明事理。你赶紧劝劝你妹妹，就在这儿生孩子，而且既省钱，就还能生个男孩，你说是不是？你怎么又跟着添乱呢？城里医院的设施好，你说你在家咋生啊？这个啊，你忘了吗？前年老孙家那儿媳妇在家里生孩子，结果大出血差点没死了呀。那是他点儿背。你再说了，那孩子不是保住了吗？而且还是个带把儿的。曼叔，这就是你当初不顾我劝阻，也要过的日子。哥，我结婚的请柬收到了吧？曼叔，我们家不是非得讲究门当户对，但是谢良辰和你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无论是消费观还是价值观都不同。爱情可以当做生活的调剂品，但它不能当饭吃啊！哎呀，哥，良辰说过要对我好一辈子的，我相信只要我跟他在一起，就能克服一切。你要是不同意，以后我们就不要见面了。曼叔，你妹妹嫁给我哥到现在一直在家待着，她付出什么了？吃的、喝的、用的全是我哥的，现在还非要花大价钱去城里生孩子。哼，正好你是他哥哥，这保证书你签了吧？我警告你，要是没有我哥给的这2万块钱，你妹妹早就到大街上生孩子去了。谢良辰，当初我嫁到你们家的时候，你让我孝敬你父母，善待你妹妹，我都做到了。现在你妹妹这么逼着我跟我哥哥一起向你们家人低头，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吗？如果你一早就同意在家生孩子，能有这么多事儿吗？曼叔，这是你一直在无理取闹。别说是1个孩子，就算是10个孩子，我也养得起。曼叔，只要你现在点头，我立马就可以签下这份保证书。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是这态度，我不让我哥给你1分钱。嫂子，我可警告你，我哥可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你能嫁给他是你的福气，这还轮不到你在这撒气呢。人贵在有分寸感，我支撑仗着你是因为我是你长辈，但是你的尊重，我也没必要惯着你。我们说，你疯了你！我嫁给你没有要1分彩礼，你说你爸妈供你读书不容易，我就算是怀着孕，我也要替你照顾他们，孝敬他们。现在你纵容你妹妹欺负我1周岁，但无论是你还是你们家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对我哥哥这种话讲。哥，你是高材生，他的嫁接是他们福气，他凭什么要彩礼啊？再说了，你嫁给我们家做儿媳，赵薇薇这不是应该的吗？曼叔，我当初为了娶你，可是放弃了村长家的女儿。你现在嫁给我，你应该感觉到知足。既然你这么想，
那我就放你走。我们现在就离婚。你说，燕燕她也没说错什么呀，你何必斤斤计较呢？你是她嫂子，你就不能让着点她吗？你只记得她是你妹妹，那你记不记得我是你媳妇儿？你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是谁在陪在你身边？来，老公，把药也吃。慢点。可是燕燕她也是为了咱们好啊。你要知道他，那你就跟他去过啊！我哥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连村长见我哥都要客客气气，你凭什么跟我哥这么说话？可不教育一下你啊！你凭什么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说，你哥怎么能这么野蛮？真正野蛮的还在后面呢。哥，他身上的衣服都是我送的，但是我现在后悔了，我不相信。来人！你们干什么？让你脱衣服！放开我妹妹！欺负我妹妹的人，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闹吧，闹吧！我看这回咋收场啊！满叔，你个疯子！你凭什么叫你家人来我家撒野？女儿，儿子，我当初就不愿意你娶她。村长的女儿哪里比她差？有家室有家室，有钱有钱的，你怎么不听呢？满叔，你今天太过分了！我过分？你妹妹刚刚逼着我写欠条、写报证书的时候就不过分吗？你妈妈说我怀的是一个赔钱货的时候就不过分吗？他们逼着我在家里生孩子的时候就不过分吗？大倩倩，这老叔怎么了？那还不怪你穷，没本事谁赚钱呀？你说我妹妹穷，我就说怎么了？行了，你还要胡闹到啥时候啊？啊！这是你哥和你嫂子的事儿，你不给人掺和行不行啊？自从曼叔嫁到咱们家，他上孝敬我和你妈，下对你妹妹跟亲妹妹一样看待呀。哪怕是他现在快要生了，都想着给你妈做60大寿啊。他做的已经够好的了，钱是难赚的，可是你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媳妇儿啊！你赶紧拉她去医院吧，好不好啊？那是在帮儿子，你懂什么？帮？你们都快把他帮离婚了，还不够吗？啊！爸，您怎么能怪妈和燕燕呢？他们这都是为了我好啊！满叔，孩子的事情你不用担心，而你离开谢良辰之后，只会找到比他更好。还更好的，你妹啊，就是嫁了人的烂货，她就是吸附在我哥身上的寄生虫。我是寄生虫。你当初说你们家没有钱，是我拿着我的工资，把你们办酒席的钱一点一点偿还的。你说你们买不起婚房，我就跟谢良辰搬到城里，我们租房子住。我不是寄生虫，我只是把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当成了亲人。哪有男方办酒席，酒席钱让新娘子还的道理？连婚房都买不起，人家还愿意嫁，这样的姑娘现在到哪里去找啊？我谢谢儿媳妇儿，我家也有儿子，你要是离了婚，就嫁到我家来，我保证我家肯定比老谢家对你好，最起码彩礼呀、婚房这些东西还是给得起的。你这个瞎嚷什么？
我们家的事情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没错，我哥那么优秀，找什么样都找不到。再说了，我儿子是大学生，是高材生、高学历，娶媳妇自然不用花钱了。懂什么你们？呸！就是你，当时不是1毛钱嫁妆钱都给不起吗？还有你像不像？你怎么不把嫁妆钱给补上呢？霍总，价格送到了，送进来没？他们是霍董的人，还霍董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是你们雇来的演员。爸妈，你们是不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好多这种跑龙套，一天才50块钱，便宜的很呢。你无凭无据的瞎说啥呢？哎呀，爸，你都被他们糊弄，你还当真呢？我估计啊，这些袋子里都是些不值钱的破烂货，孩子在装腔作势罢了。不打开看看，你怎么知道里面的东西不值钱啊？别以为你穿的人模狗样就能骗得了我！我告诉你，我可是在城里上班的白领。哼，你从上到下穿的没有一件名牌货，怕不是 A 货吧？什么 A 货？霍董，他的意思应该是说高仿。连高仿都不知道，一看就是没见识。没见识的人是你，我哥哥身上穿的那可是私人定制。哎呀，嫂子，你还给你哥脸上贴金呢，还私人定制的，那最起码身上得有7位数吧？他都这么有钱了，当初你和我哥结婚，他怎么没来呀？穷逼还这么装！我哥哥当初不是不敢来，他是觉得你们家根本不配。我叫你一声嫂子，你真以为你比我高一头啊？我告诉你，你送给我的那些东西都是冒牌货，我也是知道的。我是嫁给你哥了，但我还没有沦落到要穿高仿。你自从嫁给我哥之后，我哥什么时候给过你钱了？啊，什么时候给你买过衣服了？你哪有那些闲钱去买什么香奈儿、爱马仕？你说的这些品牌，不过是我妹妹最普通的衣服。哼，吹牛谁不会啊？好了，哥，别跟他多扯了，我们走。哎，不能走！你干什么？没完没了了是吗？毕竟你我姑嫂一场，我警告你一句，今天你要出这个大门，只要你生的是女儿，我不让我哥养你1分钱。本来我不想把事情说得这么明白，我也不想浪费时间，但是既然你们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霍家能不能养得起孩子。不用都拿来，随便拿1-2袋就够了。是，霍总。这东西这么沉，该不会是什么砖头吧？曼叔，你别闹了，今天可是咱妈的60大寿呢。那是你妈，不是我妈。什么？你敢对我不敬？我马上就跟你儿子离婚了，你和我也一样没有关系。我倒要看看里面是什么垃圾。我没看错吧？那都是钱。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钱。这是我唯一的妹妹出嫁，我没能赶到，现在我给她补上嫁妆也很正常。可惜了，原本这一切都是送给你们小两口过日子。听见了吗？咱们儿子也有份儿。你赶紧闭嘴吧！咱儿子和曼叔都要离婚了，人家的东西和梁晨有啥关系呀？原来这些应该有我的份儿。别看了，那里面装的东西和这儿一样。还有那么多，这么多钱和金条，都够买下咱们村了，这也太有钱了。霍总，是张总的电话。喂，张董。霍总，你要我给你留的房子我都留好了，翡翠华庭4套，王晨一品4套，一共是8套，都已经写在您妹妹的名字上了。好，有时间一起吃饭。哎呀，霍总的妹妹能在我开发的楼盘买房子，是我的荣幸。等哪天霍总有空，我亲自做东。翡翠豪庭，王晨一品，
那可是海城最顶级的豪宅啊！那2个小区的房价每平米都不少于30万呢，这8套房，这得多少钱呀？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当然要把最好的给她。所以就算没有你，别说是1个孩子，就算是10个、20个，我也养得起。要不是谢家的丫头这么闹，那些钱可都有谢家小子的份儿。没想到谢家儿媳这么有钱，还这么孝顺。谢家呀，就是没那个福气，还不知足。人姑娘给你们家生孩子，可你们干了什么？让人打欠条、写保证，这都什么东西啊？尤其是谢家那个丫头片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仗着自己在城里打工，就以为自己了不得了，把自己亲嫂子逼成那样。现在好了，他哥拜他所赐，1毛钱拿不到，还成了光棍了。哥，他们这么说，我当然说句话呀，我都是为了你好。差一点我就能成为百万，不，千万富翁了，就差那么一点。都是因为你，你说，你让怎么赔我？曼叔，走，我们现在去医院啊！曼叔，你听我解释啊！现在知道解释，晚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今天为了区2万块钱就逼迫我妹妹贴欠条的嘴脸。是这样的，我从始至终我都看在眼里，从头到尾你没有为我妹妹着想过，哪怕是1次。吃辣的事情比草头尖，我劝你还是不要再继续纠缠了。我不是不愿意给曼叔钱去医院，主要是我们家也不富裕。早知道你和曼叔这么有钱，我肯定给他钱去最好的医院了呀。我妹妹当初嫁给你，是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她可以为了你不在乎一切，而你呢，你却反过来跟她斤斤计较。我妹妹她是可以陪你吃苦，但她不是只配吃苦。你别闹我，都因为你，不然我怎么可能跟你嫂子离婚呢？你这个丧门的东西，要不是你在这瞎嚷嚷的没完没了，咱们家就发了，不打死就掐死就。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老人机？来，给我！大家快来看呀！要是有钱人的话，谁会有老年机呀？现在每个人的手机都是人的脸面，你们这个骗子还有老年机呀？哼！我想啊，这些嫁妆是假的吧？个骗子！你的意思，这钱和金条都是假的？妈，你不知道，这些都跟演员一样是能租的。可我看着这不像是假的呀，1比1复刻呢，一般人看不出来。好呀，霍满叔，你这个贱人，你不愿意留在我家生孩子也就算了，你还带这些人来糊弄我们，真的假的无所谓，反正也不是你们的。把手机还给我，我要送我妹妹去医院。凭什么给你啊？这是你骗人的罪证，骗了人还想走？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别想走。我肚子越来越疼了，我没空跟你在这里瞎扯。你说疼就疼了，你那个歪门邪道骗人的把戏，哎，我看就是假的，装的。你就是为了早点住院，让我儿子多花点钱，对不对？没错，还骗到我们家头上了，我现在已经报警了。晨儿啊，这个是你媳妇儿啊，你不是眼睁睁的看着她被警察抓走啊？就是因为她是咱们家的人，才让她长点教训，懂什么？爸，我妈和燕燕说的没有错，曼叔就是越来越不懂事了。今天必须要让他认识到错误，并且给我妈还有燕燕道歉。刚刚谁报的警？是我，警察同志，这些骗子在我家闹事呢。警察同志，他是胡说的，他是信口雌黄。你还怎样？警察同志，你们看，这都是他们带来的假钞和假金子。经由我们初步审查，这些钱和金子并没有问题。这不可能呀！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看错了呀？再看一看呀！这是骗子用老人机，他都用这手机了，这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呀？警察同志，这不是老年机，是私人定制。这部手机的价格在200万左右。你说什么？什么？你说什么？200万？啊，妈，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了，这破手机砸了都没人心疼。对，我现在就把它砸了，看你们怎么骗人。
那是我哥的东西，你怎么能随意损坏？嫂子，你就别和你哥在这骗了，我都替你们害臊。那这是100块钱，赶紧给你哥去买个新手机吧。我们村的老头用的百元机都比你哥用的好。爷爷，你太过分了！没必要生气，手机既然是他攒的，我会让人起诉他，让他照价赔偿。怎么还讹上我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在富氏集团上班的人，知道富氏集团吗？海城首富富少是我老板。你说的是傅月南？呀，害怕了吧？警察同志，赶紧把他们抓起来，他们一定要严查。现在有人举报你们滥用假币，希望你们能跟我回所里面配合调查。哥，你看见吧，他们就是骗子，专门来装逼的。我可以跟你们回警局接受调查，但前提是你们必须将他一并带走。我要指控他污蔑我，并且对我的私人物品造成损坏。那你也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呀？他就是骗子，不能相信他呀！对，慢说，你哥也太过分了。过分！你妹妹报警抓我哥哥就合情合理，我哥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过分。谢良辰，你的孝顺真让人感动，但是你的语气让我感到恶心。你赶紧给警察解释一下，他没关系，他可是你的亲小姑子，很快就会是了。哈，哥，我知道了，他就是为了到城里生孩子，让他哥来装逼的，就是为你骗你的2万块钱，好去城里生孩子吧。慢叔，我之所以当初选择跟你结婚，就是因为你真实，你不像城里其他女孩子那么贪慕虚荣。可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虚伪，就为了在城里生孩子，联合你哥来我们家闹事儿。你谢良辰，我要是真的虚荣，我当初就不会嫁给你。警察同志，你们听见了吗？我女儿是无辜的，你们不能带走我女儿呀！警察同志，别的先不谈，先说这部被损坏的手机，这是微图眼镜蛇限量版，全国限量发行8部，而且每一部都有着拥有者的姓名。如果你们不相信，现在就可以登录微图的官网进行查证。手机的序列号，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查到了，查到了！我的天，那个手机真值200多万！手机确实是查到了，不过这上面手机的拥有者是霍氏集团董事长霍锦怀，难道你是？我想起来了，当初咱们村当通自来水，就是这个霍氏集团出资赞助的。我查到了，网上说霍氏集团估值90亿，早在几年前霍氏集团就已经在海外上市，现在霍氏集团主要经营海外市场。哎，谢家婆子，我记得你家儿媳妇也姓霍吧？难道你儿媳跟霍氏集团有关系？你真的跟霍家有关系？她是我们霍氏集团的大小姐。你说是就是啊，你有什么证据？我大小姐，你没事吧？我肚子比刚才更疼了。听说，警察同志，我可以跟你们回警局接受调查，但是我妹妹现在的身体不宜来回奔波，还希望你们可以让我的秘书先送她去医院。可以。哎，你们不能走！警察同志，他刚刚还给我妈下面呢，这怎么就突然要生了？我看他是编不下去了。你手机信息查到，你还想怎么样？哎，手机信息可以造假呀！你有本事让警察查一下霍氏集团的法人有没有霍锦怀那3个字。确实没霍锦怀这3个字。警察同志，关于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的。你有什么好解释的？警察同志就是骗子。谢良辰，你也这么想？慢叔，我觉得燕燕说的是对的。你要真是霍氏集团的大小姐，你怎么可能心甘情愿跟我过那么多年苦日子呢？我现在的确应该不甘心。你别再装疯卖傻了，这件事跟我女儿根本就没有关系。跟你女儿没关系，难道就跟我哥有关系吗？我哥也是被冤枉的。你哥就是个骗子，我为什么要替你哥求情？再说了，他要是无辜的话，他得向解释呀。我看他呀，就是做贼心虚。你有权利找一个比较有威望的人暂时为你做担保，但是我们依旧会严格对你的钞票和金子做检查。比较有威望的人，北城最有威望的人就是傅氏集团的傅少了。你一个骗子，别说是想跟他见面了，你给他提鞋都不配。霍董，傅少电话。
可能。听说你是傅少呀？你谁？我告诉你，我就是在傅氏集团上班的人。听你的年龄也不大，你没必要不学好，在这假装傅少吧？敢说我是假的，胆子倒是不小。你不是假的，难道你还真的傅少呀？少在那吓唬我！警察同志可就在我身边呢，你能把我怎么样？咬我呀10分钟之后，我会当面告诉你。这给吓惯了，真怂！警察同志，傅艳楠你们认识吧？要是他来给我哥哥做担保的话，是不是够资格？以傅少在北城的影响力，我们确实可以相信。好，范叔，你先去医院，我和警察同志去警局配合他们调查也是一样的。哥，我绝不能让你因为这样一家人进警察局。可是大小姐，你的身体……没事，我挺得住，我一定要在这儿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件事说清楚。你还在那装逼呢？看我不给你点消息！我把这些都烧了，看你怎么骗人！你要干什么？你疯了，赶紧住手！哎呀，爸，这些都是道具，假的怕什么呀？妹妹，警察同志还没有认定呢，你不能胡闹。没错，在没有鉴定之前，你无去拍。我在这里看着现场，你赶紧去所里找人来当场鉴定。好。记得以后别往我家拿这破烂东西，我家可搁不下的。我们家就是能搁下，也跟你丢不起这个人。你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些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范叔，你说你为2万块钱，至于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吗？我不是舍不得钱让你去医院，我是觉得咱钱得花在刀刃上。现在大手大脚，以后可怎么办呀？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是哪种人？咱们毕竟夫妻一场，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你只要现在答应在家生孩子，并且跪下给我爸妈认个错，我还是愿意好好跟你重新在一起生活的。别装了，我刚给你谈一下，赶紧下吧。别说是让我下跪道歉，现在就是让他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跟你过一天，更不会跟你们这些人扯上关系。谢龙辰，我不但要跟你离婚，我还要亲手把你妹妹送进监狱！哎呦，你这怀孕脑子不好使了吧？就凭你还想把我送进监狱？你先把你自己送进监狱吧！别忘了，你哥可是拿着假钞呢。现在连警察都不知道是真钞还是假钞。如果是假钞，我们可以负责任；但如果是真钞，你刚刚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哎呀，吓唬谁呢？你那都是道具，假的。叶叶是我妹妹，可她也是你妹妹啊！先别说这些钱你们能不能出得起，就算这些钱是真的，你也不能对叶叶这么狠心啊！我狠心，我狠心还不是为你们所赐，尤其是你那个井底之蛙还仗势是非的妹妹！我靠，你骂我，我骂的就是你！哥，你看看你怎么顶我的！我说，大小姐，趁你敢动我妹妹，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既然你不知悔改，那我们就离婚。好啊，你记住你说的话，千万别后悔。记住什么？一旦离婚，后悔的可是你。我哥在村子里追的人可多着呢，不像你二手货，白给都没人要。我的事不用你操心，都是你。你今天所有损坏的东西都得照价赔偿。我看你是穷疯了吧？这些都是假的，赔什么赔呀？等警察鉴定结果出来，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损坏的这些东西是你们全家人一辈子不吃不喝也赔不起的。霍曼说，你自从嫁给我哥开始，白吃白喝我哥的，这要赔的话，也应该是你们赔给我们吧？我怀孕在家，你哥作为我老公，他照顾我那是天经地义。哥，你听见没有？他这明摆的是想吃咱家白食呢。二叔，结婚是2个人的事儿，你怎么能那么说呢？你知不知道，自从你怀孕之后，我压力有多大？我现在就是让你在家生个孩子，就这么个小事你都不答应我，霍曼叔，你也太自私了你！晨
晨啊，你可千万不能听你妹妹的啊！曼叔她是个好媳妇儿啊，你好好哄哄她，你别再和她闹了。哎呀，爸，你怎么老向着外人呀？我才是你亲生的呢。我知道你是我亲生的，可你摸着良心想想，自打你嫂子进门，对你啥样啊？啊，你做人得讲良心呐！哎，爸，你别说了，我觉得燕燕说的对，她这都是为了我好，我不但不会怪她，我还得谢谢她。哎，没错，我也要感谢你妹妹，要不是她，我妹妹也不会这么快就认清你这个没责任、没担当，连自己老婆都养活不起，还满嘴委屈的窝囊废的真面目。我不是窝囊废，你不是窝囊废，那你怎么会让自己的老婆沦落到如此地步？别忘了，我妹妹刚认识你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猜猜我是谁？我猜你是猪八戒。你才猪八戒呢！啊，猪八戒，你吃饭去吧。好，走。哼，少往你自己脸上贴金了。景阳同志，赶紧把他们都带走，把他们关着，永远别放出来，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我已经让我的同事去所里找人来当场鉴定，如果真的有人使用假钞的话，我们一定会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肚子里怀着还是我们谢家的种，要是个男的，那就得是我们谢家的种。你做梦！我跟谢良辰离婚之后，我会自己抚养这些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那不行，要是个男孩，那就是我谢家的种。什么谢家的种？那是我的孩子。嘿，你孩子，要是没我哥，你能怀孕吗你？你真是不讲理！你马上就不是我嫂子了，我跟你讲什么理？你要走，也得把孩子生下来再走。你放心，我会自己去医院生孩子的，我不会花你们谢家的1分钱，所以我的是奴才开生。你没给我儿子离婚之前，你当然有钱可以去医院生，现在你离婚了，哼，你必须在这儿生，我要亲眼看着你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然你要把我孙子拐跑了，我到哪去？曼叔马上就要生了，你别闹了！爸，你别管，妈说的没错。你们来人，干什么呢？如果你们聚众闹事，我现在就将你们依法逮捕。警察同志，你不能看着他们就这么对我妹妹。警察同志，我哥和我嫂子还没离婚呢，这是我们家务事。你刚看到我嫂子马上就要生了，生孩子事可不能耽搁呀。谢良辰，你就这么看着你妈不尊重我？你是我儿媳妇，我当然尊重你。你现在都要和我儿子离婚了，还想让我尊重你？你今天必须在这儿生！警察同志，故意伤害我！干什么呢？我刚说没说你要再闹事，现在就给你带走。我都已经要离婚了，你还想怎么样？离婚，你得先把孩子生了再离。谢良辰，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我妹妹被你家人羞辱吗？别忘了，她现在还是你的妻子。哎呀，哥，妈好不容易才得一个孙子，你可不能让妈伤心啊！哎呀，曼叔，我妈真的只是想让你在家生孩子，她不会为难你的。你放心，村里的性生活都很厉害，你忍忍就过去了。谢良辰，你混蛋！你们全家都是混蛋！你喊什么喊呀？你留着力气赶紧生孙子吧，不然我妈打算太久。谢良辰，既然你有文化的话，那你就应该明白，一旦我妹妹在你家出了什么事，那就是一条人命。到时候，别说是你，我哪怕付出我的一切，都会让你们全家都给我妹妹陪葬。妈，算了，反正也不是用我的钱生孩子，就让她去医院生吧。你放心，如果生的是男孩，我一定会把抚养权夺回来的。赶紧把大小姐带过来。是。大小姐，当
心点，可别摔到我的侄子了，要不然我们跟你没完。谢爷爷，你太过分了！你咋能这样对待你嫂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他自己没站稳。再说，他马上就要跟我哥离婚了，那怎么有脸让我叫他嫂子呢？你嫂子就是真离婚，她肚子里也是一条人命啊！行了行了，你瞎嚷嚷什么？他自己没站稳，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他自己没福气，不然咱们这么优秀的儿子，为什么就留不住他？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要不是因为你们，怎么会搞成这样啊？大小姐，你还好吗？他很乖，也很坚强。我想，他一定是想让我坚定我的选择，离开这儿。你在那自言自语什么呢？该不会是脑子摔坏了吧？你别打我！就凭你之前对我妹妹做的那些事，你这个狗笨人，明明是他自己没站稳！哥，救救我！哎呀，你曼叔，你让开！要不是你纵容你妹妹，她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她是敢打，但你更敢打！你说谁呢你？你就别给他添乱了。我告诉你们，我下个月就要晋升为副少的秘书了。要是让副少知道你们这么欺负他秘书，你们就完蛋了。霍总啊，霍总，我早就听说你从国外回来了，我就一路追到这儿，怎么样？够意思吧？啊？哟，这怎么这么多人呢？爷爷，你怎么了？你认识他呀？他是富少集团第一继承人，富少。霍总，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哎，刚才那谁呀？我妹妹。你妹妹？哦，我想起来了，原来刚才那个姑娘就是著名的海城学霸名媛呐。哎呀，这刚才有点失礼呀。不，还不算失礼。哎啊！少打我妹妹的主意，而且她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刚才就是因为我不同意，她才一气之下跑掉的。哦，行了，确实挺漂亮。大叔，你这，我今天来呀，是特意给你哥哥洗尘的，怎么样？一起去？我在来的路上已经订了黄公子他们家，已经准备食材了。黄公子，那可是海城最贵的饭店了，都上新闻了，人均消费7位数的。那个新闻我也看了，听说要到那个饭店吃饭必须预约，而且凡是能够进入那里的食客，平均身价都过亿的。能让富少这么下血本的，不会曼叔真的是霍氏集团大小姐吧？她要是霍家大小姐，那是他哥到咱们家行骗。哥，你别忘了那假钞和假金子。可你看富少对曼叔还有他哥的态度，这一看他们以前就是旧相识嘛。一定是他们兄弟啊，把富少给骗了。哥，你放心啊，我等会儿当着富少的面，一定要拆出来他们兄妹俩嘴脸。哎，你，富少，你谁？富少是我呀，我叫谢艳艳，我就在咱们富氏集团工作呢，高层提拔我，下个月就当您的秘书呢。哦，原来只是我手下一个打工的人。曼叔，霍曼叔是我嫂子，你怎么认识他？你究竟想说什么呀？哎呀，富少，你听我说，我哥在城里赚钱特别辛苦，霍曼叔非要到城里生孩子，我哥不让，他就找他哥到我们家来行骗了，哼，就是想骗我们，让他到城里生孩子呢。没错，他就是个白眼狼啊！自从她怀孕呀，每天都要吃1个鸡蛋呢，足足吃了我家200多个鸡蛋啊！说是什么给孩子补充营养，我看啊，就是他自己嘴馋。别说了，还有他专门跑到我们家来装大款、装土豪，真是恶心死了！哎，富少，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你跟我说，
他们俩骗我。没错，他们还冒充霍氏集团的人呢，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是谁告诉你他们俩骗我的呀？我们有警察作证。傅先生，我们确实接到报案称有人涉嫌用假币和假黄金进行行骗，不过鉴于证物被损坏，我已经让我的同事去所里联系银行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当场鉴定。警察同志，不用找人去鉴定了，他们不是说找傅少当担保人吗？傅少现在就站在这里，不妨让他们问问，他们敢不敢向傅少开口？我哥哥刚回国，麻烦您帮他做担保人。你还真熟。曼叔啊，你和你哥哥真的认识这？什么认识不认识啊？我看啊，他就是在那里发骚呢。哼，我告诉你，你不要在这里边给我勾勾搭搭的。人家可是傅少，就算是你脱光了，站在人面前，人家也不会看上你。别说了，你个什么你！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么不要脸，还敢向傅少开口？我告诉你，别做梦了，傅少啊，绝对不会给你哥哥做担保人的。傅先生，你确定要成为他们的担保人吗？我愿意担保。什么？爷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可大了，没想到你们手段这么高明，把傅少都给骗了。我告诉你，有我在，不会让你们得逞的。李随意，傅少，你可千万别让他们骗了，他们刚还冒充你呢。冒充我？没错，他们找人以你的身份给他们打电话，就是为了给他们装逼，往脸上贴金。不过傅少，你放心，我已经骂过电话里的那个人。好，原来那个人就是你啊！是我，傅少您放心，有我在，我一定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傅少啊，你看在燕燕这么卖力的替你说话的份上，你一定好好奖励奖励他。奖励，一定要奖励。好，那我就奖励你，以后永远都不要来我公司上班了。傅少，为什么呀？难道？哎呀，傅少，他们一个是骗子，一个是被我哥玩烂的贱货，您不要糊涂呀！对岸的臭粉，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没有人有资格能够侮辱我喜欢的人。什么？你喜欢他？他一个结婚怀了孕的人，即使跟我哥离婚，那也是个二手货呀！您这么优秀，怎么会喜欢他呢？我的优秀跟他比不值一提。曼叔，剑桥金融系高材生，以他的能力和他的身价，在海城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啊，他真是霍家大小姐？如果曼叔是霍家大小姐的话，那他……你说的没错，他就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霍景怀，预估资产近1000亿，光每年公司的净利润就高达3个亿。常年占据海城纳税第一。不可能呀！他如果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那刚刚查霍氏集团法人的时候，怎么没有他的名啊？霍董早在几年前就带着霍氏集团攻占海外市场了，只留了几名股东还在国内代理。这个信息你不知道啊？那我刚接电话的人，真的是您打的？这什么这呀？曼叔和梁晨马上就要离婚了，人家啥身份，跟咱家还有啥关系啊？曼叔是霍氏集团大小姐的话，那你差点就可以成为我霍家的女婿了。要是咱儿子成为霍家的女婿，会咋样啊？曼叔是霍家唯一的大小姐，你说呢？大小姐，不可能！她要是霍家大小姐的话，怎么会愿意陪我哥吃苦呢？队长，银行的人到了。这位是海城最大银行的经理，我们所特意请他过来当场做鉴定。警察同志，我敢保证，这些被烧毁的钞票和金子都是真的，保守估价最少损失几千万，具体数额还需要我把这些东西带回银行分析和清点。好的，麻烦你。要不是谢家这么闹，这些钱可就都是谢家的了。还说人家儿媳没福气，我看呐，就是他们谢家没那个发财的命。现在好了，送上门的几千万泡汤了。
警察同志，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还希望你们能够依法严办。您放心，故意损毁人民币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焚烧、撕扯、剪碎等，破坏其完整性，已经构成了犯罪。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呀！哥，我求求你救救我！嫂子，你是我亲嫂子呀！我真的再不敢，求求放过我好不好？嫂子，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但是你一直挑拨是非、颠倒黑白。我现在不但要让你承担刑事责任，我还要对你损坏的这一切追究到底。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快走！爷爷，回来！今天的事多谢你了。谢什么呀？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对了，一会儿让我的秘书给你送一些海参和血液，补补身体。不用了。什么不用了？你现在最需要营养，不用跟我客气。没错，你呢，不用跟他客气。自家媳妇儿怀孕了，吃几个鸡蛋还得被你说道。现在好了，人家还不稀罕你的鸡蛋了呢。人家现在有血燕和海参了。霍大小姐人美心善，还一点不虚荣。可惜呀，摊上这样的婆家。爸，伯父，我还要去医院，我就先走了。满叔，你别走！让开！你看不出来我已经很痛了吗？你就原谅我吧，我保证，我这都到这时候了，还学不会尊重，你的程度在曼叔面前算什么？联系律师，马上起草离婚协议。是。还在想刚刚发生的事情？我是觉得以前的我有点可笑。爱一个人没有错，只是可惜你爱的那个人不值得而已。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人嘛，还是要学会往前看的。集团在国内缺一个董事长，等你身体恢复好了就回来吧。可是我都已经离开这么久了。以你的学历、才能，只要你想回来，集团的董事们一定会举双手赞成的。让我再想想吧。不着急，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好自己的身体。好。我肚子好疼啊！快去医院，快！满叔不能就这么走了，满叔还是爱我的，我不能让他离开我，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你去哪？人家小两口的事，你就别给人瞎掺和了。那是我儿子，我为什么不管？我们是这个贱人，前面把我女儿送进了监狱，现在还要继续缠着我儿子，错了！今天的事情，我跟他没完！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是曼叔的丈夫，他生孩子，我得陪着他。我妹妹把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会尽快跟你离婚。霍曼叔家属，我是霍曼叔的哥哥。恭喜啊，是个小千金。霍总，这孩子长得可真像大小姐啊！以后，她就是我们霍家的小公主了。嫂子的东西，就知道他生不出儿子来。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医生，是我妹妹出了什么事吗？医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救她，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明白吗？别急，别急，霍女士母女平安，并无大碍。我们护士刚才说错了，霍女士生的不是千金，是个小少爷。曼叔，你怎么有空过来了？我来看看你跟孩子呀，睡着了没有？你看，真的是副总，副帅好温柔啊。不过我听说这个女人好像有老公，怎么好意思跟副少纠缠不清？我们先走。
你这样会让别人误会的。没事，那就让他们误会好了啊。叶楠，我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我现在没有其他的心思。我知道，但是我可以等你啊。哦，对了，我听说你打算要当霍氏集团国内的董事长了，我今天来是特意恭喜你来了。我以前为了爱不顾一切，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了哥哥，结果却换了。我以后不会再这么任性了，现在是时候该回去了。欢迎大小姐回归。大小姐，都坐吧。集团在国内一直无人主持大局，这次大小姐回来就好了。是啊，大小姐可是经济学领域的高材生，我们所有董事对于大小姐能够接手公司还是很期待的。就是，不知道大小姐是否真做好准备了？我决定要去国外主持大局，以后集团在国内的所有事务交给我妹妹来处理。哥，你怎么不跟我商量的？我不要接手集团，我要跟谢良辰结婚。曼叔，你以前是我年少无知，让诸位董事见笑了。从今以后，我将和各位董事一起为集团创造价值。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去财务结算工资吧。哎，郑总，哎，你们听说了吗？他老婆可是霍氏集团的千金啊！什么老婆啊？是前妻，人家现在跟他闹离婚呢。当初他能当上主管，还不是因为他老婆跟咱老板认识呀？可惜呀，有的人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么好的老婆都留不住。老婆，我回来了。来，先换鞋。什么味儿啊，这么香？赶紧洗手吃饭。我今天啊，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鱼。是吗？快。来，好，你先试试水温。好。怎么样？水温很好。曼叔，什么曼叔？那个贱人都要跟你离婚了，你还气他干什么？妈，儿子，妈告诉你个好消息，村长的女儿还惦记着你呢。哎，你哪天有时间了，跟村长的女儿见个面，吃个饭。妈，我跟曼叔都已经有孩子了，我是不会答应他离婚的。嘿，你个臭小子！据本台报道，霍氏集团今天召开董事会，霍氏大小姐已经回归集团。这个贱人，把我女儿害得那么惨，现在还想用个赔钱货来牵着我儿子。唉，给我等着！小少爷饿了吧？你凭什么摔东西啊？一个赔钱货，吃什么吃？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我不讲理，还是你们仗势欺人？
回去告诉霍曼说，他有几个臭钱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儿子可是高材生，她嫁给我儿子那是他祖坟上冒青烟。哦，原来你是大小姐前夫的母亲。大小姐的事情我不清楚，有什么事去问大小姐。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哪里也别想去。明明是他霍曼叔自己不要脸，哎，挺着个大肚子还去勾引其他男人，现在还想钳着我儿子不离婚，他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大小姐不是那样的人，明明是你们家。我们家怎么了？啊，我们家可是一直好吃好喝供着他霍曼叔的，是他自己不知足，还把我女儿送进监狱。哎，他是什么富家千金呢？你简直不可理喻！嘿，你臭保姆，你往哪跑？你扯什么扯？我告诉你，你赶紧给霍曼叔打电话让他过来，把话说清楚。你哪里也不想去。孩子！是他霍曼叔自己造孽，他活该，是这个赔钱货活该。放开我！叔，叔，曼叔，我好想你，你回家吧，我们好好过日子。你还来干什么？曼叔，我们和好吧，好不好？不。曼叔，你不能这么狠心啊！你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吧？我的孩子不需要你这样的爸爸。你什么意思？我能给他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环境，可你呢？你能给他什么？难道是从小教他斤斤计较，教他无情无义吗？曼叔，你不能不讲道理啊！我家条件的确不好，跟你实在是没法比。没有教养跟没有钱是两码事。之前是我瞎了眼了，所有的代价我认了。可是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为我的糊涂买单。是谁的电话？让你这么着急去接，是不是敷衍男？我跟谁联系跟你没有关系，我会尽快让律师把离婚协议发给你的。别走，你别走！你干什么？你放开我！叶楠，你李叔，你没事吧？我没事。副总，以你的身家，不至于捡我的破鞋吧？谢良辰，我警告你，曼叔跟你在一起，只是他的过往，并不代表他的过错。如果你再纠缠他，我一定对你不客气。我曼叔，你给我记着，我是不可能跟你离婚的。刚才的事儿，谢谢你。没事儿，应该的嘛。你为什么总说是应该的？对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张宇，怎么了？大小姐不好了，出事了！你说什么？哥，孩子怎么样了？大叔，你别着急，孩子已经送去急救了啊。怎么会这样？大小姐，我已经调查过了，是谢良辰的母亲干的。我真没想到，人怎么可以坏成这样？什么？我当初就是因为谢良辰的父亲，才不对他们家追究。没想到，敢伤害我的孩子，无论是谁，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联系律师，
立刻对谢良辰的母亲发起故意伤害的起诉。是，大小姐，我这就去办。咱们老百姓呀，今天真高兴，真高兴。咱们老百姓呀，今天真高兴。闺女坐牢，儿子闹离婚，你说你咋还能笑得出来呀？你懂什么？霍曼叔说的好听，要离婚，结果呢，对咱们儿子还是念念不忘，不想放手。你这，不过我绝对不会同意一个伤害我女儿的人继续留在咱家的，所以，我今天把霍家的保姆堵住了。你堵人家保姆干啥呀？当然是让霍家的保姆去告诉霍曼叔，不要再继续纠缠我们儿子了。霍曼叔以为他把我电话拉黑，我就找不到他了，做梦！你不知道吧？霍曼叔生的那个赔钱货，今天出车祸了。要我说，就是活该。就是啥？这孩子出事了，是不是和你有关系啊？你说话呀！你喊什么喊？就算跟我有关系又怎么样？他霍曼叔还能告我不成？告诉你，咱们家不好，霍曼叔一定想好。这你看看，霍曼叔现在回来找咱们认错了吧？赶紧看看去吧。哎呀，有人吗？哎，你是谁啊？请问是赵丽娟女士吗？你是？啊，我知道了，你是霍曼叔找来的吧？是他霍曼叔先提出来跟我儿子离婚的，就算他现在反悔，我们家也不会再要他了。我确实是为了霍曼叔女士的事情来的。这是传票，希望您准时出庭。什么传票？我是海城法院的书记员，就在刚刚，霍曼舒女士的律师已经把诉讼送到了我们法院。霍曼舒女士主张您故意伤害和公然造谣侮辱，传票已经送达，我就不打搅。我说啥来着？你咋能这么糊涂啊？是那个保姆没拉住婴儿车，关我什么事儿？再说了，那就是个赔钱货。霍曼叔至于那么紧张吗？我好歹也是她婆婆，干嘛对我那么狠心呢？你呀，你到现在都不知错呀！你知不知道啊？一旦闹上法庭，你没准就和燕燕一样得蹲大牢。我不坐牢，我不坐牢，我现在就去找霍曼叔。老头子，你怎么了？你别吓唬我，老头子，你别吓唬我啊！儿子，快送你爸去医院！快点啊！我们现在去，走吧。医生，我孩子怎么样了？孩子伤势太重了，虽然还有救治的希望，但孩子 Rh 硬经血太过特殊，我们医院的备用血怕是支撑不到手术结束。如果从其他城市往后调的话，怕是来不及。孩子的爸爸是 Rh 阴性血，我马上联系他。如果孩子的爸爸能够及时来医院献血的话，那孩子平安走下手术台的几率还是很大的。你抓紧联系啊！谢谢医生，谢谢。妈，我爸他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呀？还有，我怎么在家里看到了一张法院传票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还不是因为霍曼叔那个丧门的东西，他把你妹妹送进监狱还不够，他现在还要打算起诉我和你爸虐待他呢。你说他的心怎么这么狠呢？那个贱人肯定是打电话给我儿子告状，儿子别接，他还有脸打电话。妈，我总得问问他为什么起诉你和爸呀？他还能为什么？肯定是外面有人了，不想让咱家好过呗。儿
子，你爸现在都成这样了，你就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现在赶快送你爸去医院才是最重要的，快点！你先别着急，我和叶楠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啊。我跟你们一起去。不，安叔，我和霍总去就行了，你在这陪孩子。也好。林总，护士，快！林总，刚刚我好像看见霍家大小姐的前夫了。你会不会看错了？不会看错的，霍家大小姐闹离婚都成热搜了，我敢肯定，他就是霍家大小姐的前夫，就在402病房。医生，我爸他怎么样了？病人只是受了刺激，出现短暂的昏厥，并无大碍，只需多加休养，很快就可以出院了。谢谢医生。没事，好好照顾。你爸没事就好，你别放心。儿子，我去给你爸接点水，你在这陪你爸。妈，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谢良川，曼叔，你怎么还有脸来这儿？你看看我爸冻成什么样子了！曼叔，我们毕竟夫妻一场，你有必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你，谢良辰，我有急事找你，你赶紧跟我走。曼叔，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只是怪我把你没照顾好，但我没想到你的心这么狠。我爸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你连问都不问一句，你的心是石头做的。你爸只是昏迷了，可是你知不知道？我知道什么呀？我只知道我爸以前待你不薄，你不该这么对他。你别忘了，咱们两个还是夫妻，他还是你爸。我好像明白了，傅衍南是吧？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见异思迁。没错，他是比我有钱，他又能怎么样呢？我是孩子的父亲啊。黄曼叔，我怎么没发现你是一个这么虚伪的人？你还有脸提孩子？你知不知道现在没有多少时间了？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现在正在什么？霍曼叔，你在这瞎嚷嚷什么？你没看见梁晨的爸爸还躺在这里吗？你还有没有良心？我现在不想跟你废话，法院的传票你应该已经收到了，我们到时候法院见。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就算我妈做错了什么，她也是你长辈。我的长辈？他不配！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哎呀，我辛辛苦苦的是为了谁啊？我还不是希望你们把日子过好。现在人家有钱了，就忘了本，口口声声的埋怨我，我不活了。妈，您别这样，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啊。他想哭你就让他哭啊！你赶紧跟我走，不然的话你肯定会后悔的。我最后悔的就是跟你结婚。我现在不想在这里跟你浪费口舌，你现在必须跟我马上走！你个丧门的东西！你把我女儿送进去还不说，你现在要当着我的面带走我的儿子，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你有什么资格打我？你一天是我谢家的媳妇儿，我就有资格教训你。沈文成，你就看着你妈这么欺负我！儿子，谁家的媳妇不挨揍？你忘了？在傅少面前那个扫兴的样子，我看他恨不得跳到人家身上去。这样的贱人，你要是不好好教训他，以后呀，指不定他给你带多少情人忘不了。血马上不够了，赶紧联系病人家属。好，我马上就去。一定是急救室的电话，你给我，你把电话给我。不要，不要，不要滚！你一定会后悔，一定。我儿子会后悔，
我告诉你，后悔的应该是你。村长已经答应把女儿介绍给我儿子了，你要是失去，就不要继续纠缠我儿子。儿子要跟谁在一起，跟我没关系。儿子，你听见了吗？他这么不在乎你了，你干嘛非要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呢？而且他还要告我。你放心，我会认得这个苏的。后面说，我是真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既然我是你丈夫，我会对你不离不弃。你只要给妈道个歉，你只要答应她撤诉，我是会跟你好好过日子的。听见了吗？遇见我儿子是他妈你这辈子上的高香。不过我看你到底还是叫我一声妈。你可以不懂事儿，但是我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我可以跟你不斤斤计较。但你必须撤诉。我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以继续做我谢家的儿媳妇。我告诉你，我就是到死我也会告你！你这个小贱人，你把我家害的还不够多吗？你的心怎么这么狠？你都要害死我孩子了，我为什么要跟你认字？你说什么？你的孩子现在就躺在急救室里，他现在就等着你去输血，而这一切都是拜你妈所赐。儿子，他是骗你的。刚出生的孩子，他又不会跳，又不会跑的，他能出什么事儿啊？他能出什么事？你最清楚了。我清楚什么？自从孩子出生，你让我们看一眼没有？我连看一眼都没有看过。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我又没有血口喷人，起诉书上写的很清楚。儿子，这上面都是他骗你的东西，不作数的。啊！把起诉书给我。儿子，你愿意相信这个贱人，也不愿意相信我。难道你忘了他把咱们家害得多惨吗？你妹妹就是被他亲手送进去的，警察说了，至少要在里边待10年啊！把起诉书给我。故意伤害啊！你不是说他起诉的是你和我爸在虐待他吗？你妈今天早上故意跟张毅起了冲突，导致孩子的婴儿车就滑落在车道上。张毅本来有好几次机会可以救孩子的，结果被你妈阻止了。更可恨的是，出事了之后你妈掉头就走，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问过孩子一句。儿子，你别听他的，他都是胡说，他都是胡说的。我真的是骗你的，你跟我去急救室看一眼就知道了。孩子就躺在急救室里，他在等着你输血呢。儿子，你不能跟他去，你不能跟他去。你要是真的去了，他不知道要对我和你爸做出什么事儿来了。儿子，我跟你去。走。老头子，你不要吓我，你不能再有事了。女儿已经被送进去了，儿子也被小狐狸精骗走了。你要再出事，我就不活了。妈，我爸他怎么了？你个没良心，带着个小贱人不是跑了吗？还回来关心你爸干什么？你走吧，就让你爸死得了。哎，这里是病房，禁止大声喧哗。不是，你快看看我爸。病人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但是你们要随时观察他的情况，有什么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爸没什么事儿，我们快走吧。儿子，你不能走，护士也说了，你爸这儿不能没人照顾啊。我问一下啊，现在急救室有没有一个小孩正在被抢救？我只是普通病房的，其他的事情我不清楚。儿子，你看，我就说你被骗了吧？有人急救那么大的事情，医院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是普通病房的，他不知道这件事的事儿。你少在这里忽悠了，肯定是你买通医院的人，跟他们一起合伙起来在做戏。你那么有钱，你们家买通个什么护士的，那不是轻而易举？谢良辰，要是孩子没出事的话，我为什么要骗你？什么为什么？你就是不想叫我们家人好。你说你买通医院的护士，就是为了趁我儿子不在，对我家老头子做点什么？你少污蔑我！儿子，
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个贱人把你妹妹送进监牢，然后他又想祸害死你爸，想把我也送进去坐牢。他这是就想祸害咱们家，让咱们家家破人亡，让你没有亲人啊！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浪费了。走，我们快点走。霍曼叔，我爸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你为了祸害我们家，居然拿孩子的生死在这撒谎！我没有撒谎，撒谎的是你妈！儿子，你听见了吧？他到现在还在挑拨你，要不是因为他，你爸怎么会躺在这里？儿子，你好好想一想，自从他见到你爸，说过一句关心的话吗？他分明就是让你爸再也醒不过来。没离婚之前，你还是我谢家的儿媳。我爸现在在昏迷着，你现在是我的老婆，你有义务和责任在这照顾他。不但要照顾，还要给你爸磕头认错。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跪下，我更不会留在这儿。安叔，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前那么孝顺，那么顾家的你去哪儿了？你说，是不是傅艳楠？是不是他让你这么做了？你收起你的小人之心吧。傅艳楠他比你好10000倍。既然你不肯跟我走，那我只好让医院强制你去输血。你现在死我老婆一点都不能去。还没联系上病人家属吗？病人家属一直不接电话。那就继续联系，一定要尽快找到血源，不然就真的来不及了。好。你把手机还给我！想要电话可以，给我家老头子磕头道歉。儿子，我说的没错的吧？就是他害的你爸，要不是他做贼心虚，怎么可能愿意给你爸磕头道歉呢？你现在可以把手机给我了吧？想要接电话可以，你必须给我撤诉。你儿子，你看他现在还惦记祸害我呢。放心，我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为了一个傅艳楠，你不但和我离婚，还在谋害我的家人。他傅艳楠有什么？除了钱，他有什么？他有我这么爱你吗？谢良辰，你根本不配受爱。给我妈磕头道歉，给他撤诉。我道歉！我道歉！道歉！我道歉！还没联系上病人家属吗？病人家属一直不接电话。病人抢救无效已经，你去安置下病人遗体，我来联系家属。病人他还那么小，到死都没有见到爸爸最后一眼，他爸爸知道了，一定很伤心吧？道歉！道歉！手机，手机，把电话给我！千万别让他接，这肯定是傅少打来的。你这个电话你一定要接，你不接的话，你会后悔的。喂，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孩子的尸体已经送去停尸间了，请您尽快去停尸间办理一下手续。孩子什么孩子？当然是您的孩子。你们这些父母怎么这么不负责呢？孩子一直在抢救室抢救，你们身为孩子的家属，一直都没有露面，就连孩子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子，你还看不出来吗？就是霍曼叔在骗你。他们家那么有钱，他什么样的招数外面使都使不出来，什么人买通不了。他就是想设计陷害，要起诉我。他让你没有妈呀！是你害了我的孩子，是你害了我的孩子，我要你赔偿，我要你跟我的孩子赔偿。儿子，你根本就是不想让我好。你快给我松开！曼叔，曼叔，儿子，他该不会……原来是在装死。儿子，你看吧，他以前用孩子装死行骗，让你心软，他现在自己装死，你可不要心软呀！孩子的生死不能开玩笑。我现在给医生打个电话，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不好了，刘医生，302床病人大出血了。走。他们霍家刚才那个打电话的人，他们就是收买了，打电话来骗你。还好你听我的，没跟霍曼叔走，不然你要是走了，他们霍家背着你，还不知道对你爸做出什么事情来呢。曼叔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先不管这些事情了，你现在让他写下保证书，就说不再对我起诉，而且以后也不对咱们家任何人起诉。儿子，你不能再这么心软了。他真的要起诉我，你就再也没有妈了。部长，其他地方都找了，就差这间病房了。曼叔还没接电话。曼叔这么在意孩子，应该是不会知道孩子失踪的。副少，霍总，别着急，还剩下最后一间病房没有查找，或许霍大小姐就在里边。儿子，我出去逮捕他们，你不能看着。干什么？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还有脸问我？就是霍曼叔把我们家老头子气住院了。你做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你不用在这里蓄意栽赃。现在请你让开，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好。我做什么了？有本事拿出证据来！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我告诉你，你没有证据就别在这里瞎嚷嚷。我家老头子还在休息，如果是因为你们，我家老头子有个3长2短，我跟你们没完！霍总，现在不是和这种人浪费时间的时候。现在最主要的是找到曼叔。既然谢家人住在这里，曼叔应该不会在这儿，咱们赶紧去其他地方再找找吧。走，曼叔，曼叔的声音在里面，你给我让开！没有，这是我家老头的病房，你们凭什么说见就见？我刚才听到我妹妹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什么？曼叔就在里面。你们说看就看，医院是你们家开的呀？大家来看啊，这里有人仗势欺人。你是医院的人吧？我告诉你，如果他们敢硬闯进来，我不但跟他们没完，我跟你们医院的人也没完。曼叔，曼叔，你在里面吗？曼叔，曼叔，你要是在里面就回答一声，曼叔。你看吧，你们听错了。哎呀，不可能！哎呦，董事长打我这老太婆了！哎呦，我的心脏受不了了，我的小心脏啊！哎呦，大家快来看看，这位就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他仗着有几个臭钱，在这里欺负穷人啊！嘿，现在有钱人真是无法无天。哎，我听说啊，这里面住的好像是霍家大小姐的前公公。没想到这霍家人对亲家也这么狠呐！是啊，是啊。虽然我听说霍家大小姐最近在闹离婚，但这也不能不顾及人家的死活吧？就是。手机铃声就在里面，
霍头，你少胡说，我怎么没听见？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进去，我今天就给你们骗老命！我们说，儿子，笨嘞！孩子，我的孩子。没事，哥哥在。我和霍斗已经全部都知道了。霍曼叔，我们还没离婚呢，你还要不要脸？你敢打我儿子？你不配跟我妹妹说话。我是不配，是因为我没你妹妹那么不要脸。你说谁不要脸？霍斗，你妹妹还没跟我离婚呢，就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她还想要把我妈送进监狱，又诬陷我妈。要不是因为她，我爸都已经躺在病床上昏迷，不行吗？你说我妹妹诬陷你们家，我妹妹很闲吗？我不知道你妈现在为什么躺在那里，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妹妹她没有诬陷你妈妈。谢良辰，你的孩子死了，而害死你孩子的凶手就是你妈。你想说什么？现在孩子就躺在停尸间。你喊什么？你说躺在停尸房就躺在停尸房了？大家不知道吧？自从他霍曼叔嫁到我家，我们家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可他就是不知足啊！他肚子里还怀着我儿子的孩子，就勾引别的男人。我儿子舍不得孩子，不想跟他离婚，可他就是为了挣脱我儿子，他狠心的撒谎说他儿子死了，他还冤枉我，是我害死了我的孙子啊！没想到啊，有钱人玩得这么花呀！哎，我想起来了，最近热搜上报道，这霍家大小姐和富少确实走得很近。真不是个东西，为了离婚不择手段。哎，咱们都记着点，以后凡是富士集团和霍氏集团投资的产品，咱们都不要用。来让下，陈先生，总算是找到你们这些病人家属了。这是孩子的死亡证明，拿了这个证明就可以给孩子办理后事。什么死亡证明？什么意思啊？是霍女士的孩子，才刚出生，可惜了。你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你现在还觉得我在骗你吗？你干什么？你真是疯了，连死亡证明都撕！儿子，你不要相信他们，这死亡证明肯定是假的。造假死亡证明是犯法的。你们家那么有钱，在海城市可以只手遮天，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做不出来？我自诩没有对不起你们家属，就连我怀孕在乡下养胎的时候，我都还在帮你干活，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哪家当儿媳妇的不干活？你有什么好委屈的？如果你要是一心一意的对我们家好，为什么你们家有钱你要瞒着我们，还让我儿子继续打工赚钱养活你？我们家可没有花你霍家1分钱，你少在这里装可怜！你到底一错再错到啥时候？老头子，你总算醒了，你都要吓死我了！你还有脸说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谁呀？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之后，我妈她有多着急啊？哎，如果真的可以，我宁可这一辈子也得醒过来。少姐，你这么说干嘛呀？干什么？爸，你这是干嘛？孩子，是我老谢家亏欠了你，也是我们家对不起。虽然我刚才一直昏迷不醒，不能说话，但是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你放心，不用你告，
我一定会亲自带着梁晨他妈去警局自首的啊！爸，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啊，爸？晨儿啊，你糊涂啊！你到现在还没听出来吗？满叔他没有骗你，说的都是真的。你的孩子因为你妈出事儿了，死了！怎么可能？儿子，你不要听你爸胡说，他就是胳膊中朝外拐。你还要糊涂到啥时候啊？啊！现在已经出了人命了，你难道还能瞒一辈子吗？啊！你还不赶紧向满叔道歉呢？让我一个长辈，我给他个下辈道歉。再说了，那婴儿就是出事了，那就是霍家照看不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有本事拿出证据来！你怎么就不知道悔改呀？当初妍妍在家里闹的，你这做婆婆的，但凡能多劝两句，你说孩子们能闹到离婚这种地步吗？我劝什么？那是他霍曼叔不守妇道，跟那些其他男人勾勾搭搭。哎呀，说句不好听的，就他这种不要脸的东西，咱们谁家还不稀罕呢？霍总，你要找东西找到了。东西？什么东西？你不会真以为你做过的事情真的可以赖掉吧？你不是想要证据吗？好，我给你。看清楚了吗？原来你一直在骗我。刚刚你的孩子就躺在手术台上，如果你们及时赶到给他输血的话，他或许还有睁开眼的机会。可你都做了什么？因为你的愚孝，你听信了你妈的谎言，也因为你的愚孝害死了你的孩子。我说你妈是杀人凶手，那你就是同样不可原谅的帮手。是我没有及时去救我的孩子，是我对不起儿子，别这样，你别这样，别这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他还那么小，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你？儿子，不怨我，我本来就是想给霍家一点颜色看，让他们觉得咱们家不是好欺负的，不怨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你是在故意杀人！你别以为是，我们说的屁股就是你在这胡说八道。再说了，那婴儿身又不是我推的，是那个保姆没有看好婴儿车，管我有什么事？啊！你敢打我？啊！这一巴掌，你替我嫁到你家不止。啊！这一巴掌，是收回我把你当母亲对待的真心。啊！这一巴掌，是我为你当牛做马的利息。啊！至于你欠我儿子，我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儿子？什么儿子？我的儿子，原本就是你的亲孙子。你在骗我？那就是一个赔钱货，怎么可能是我孙子？你少在这里忽悠我了。那天我在产房外亲自听见了，那就是个
带班的赔钱货。忘记告诉你了，那个护士说错了。就你这种人，也配我妹妹骗你啊？都在骗我，你们合伙起来骗我。霍曼叔这个贱人，对我们家这个样子，老天爷一定会报应你的，绝对不会让你生出儿子来。你们就是骗我的，骗我的，骗我的！医院登记跟死亡证明上都写得清清楚楚，孩子到底是什么性别？男的，儿子，你帮妈妈看看，我看不清，是不是？孙子，真的是我的孙子。这说是我害了我的孙子，是我一次一次错过救我孙子的机会了。将他送到警察局，让他在看守所等着上庭。是，带走。别带我走，我不知道那是孙子啊！儿子，求求你，你快跟他们说说，别带妈走，我是你亲妈，你难道真的让他们带我走吗？你是我妈，可能也是我孩子。我不想走。曼叔，我知道错了，请你原谅我，原谅我仁慈。原来啊，是老刁婆子，恶人先告状。哎，真是没想到霍家小姐这么接地气啊！是啊，只可惜有些人就是不值得被善待。这就叫凤不起朽木。好了，散了吧，散了，别看了，曼叔，求求你了，你放心，你还年轻，你以后还能给妈怀上孙子的，你就搬到爸妈这儿住，我来伺候你。妈知道错了，你以后想在哪生在哪生，我们现嫁出去，这样可以吧？你觉得我还会回去吗？以前是我瞎了眼，是我猪油蒙了心。我以为我付出真心，我付出一切就能得到你们的善待，可结果证明我错了。而且，我不会跟杀人凶手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我知道，你不知道那是儿子，可是女孩就可以让你随意的伤害吗？你也是一个女人，可是你却目光狭隘，重男轻女，你根本不配做一个男人。你更不会做一个人。你们家那么有钱，为什么对我们家这么狠心？要不是你当初非要离婚，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有钱跟啥是两回事。好了，我没什么跟你可说的，以后半辈子我就在看守所，好好的等着你的报应。带走。儿子救我！儿子救我！我不想救我！今天的事儿，打搅你。孩子，是我老谢家，对不起。伯父，你好好休息吧，我就不打搅你了。曼叔，儿子，爸，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错了，我会同意和曼叔离婚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怎么办？我们一起送他最后一程。孩子，我的孩子呢？喂，你说什么？没想到在送停尸间的途中，孩子竟然恢复了心跳，这真是一些奇迹啊！
谢谢你，真的太感谢你了，医生。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不过霍女士，你真要好好感谢下傅先生，要不是他及时派人从临城送来了备用血，我们医生就是有再高的医术，也无法完成第2场手术啊。你赶紧好好看孩子吧，那我先去查房了，有事随时喊我。好。傅少，谢谢你。谢什么呀？我说过，对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哎，醒了，魏叔。孩子，你吓死妈妈了，醒了。